1814年，拿破仑战败，整个欧洲的君主和外交官们齐聚维也，准备重新瓜分世界。这是一场胜利者的盛宴，而代表战败国法国参会的是夏尔、莫里斯、德、塔列朗、佩里戈尔、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Périgord， 一位瘸腿的、饱受争议的前主教。在所有人眼中，塔列朗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在谈判桌上尽可能地接受羞辱，为法国签下一份最屈辱的条约。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，他就像一只误入狮群的狐狸。然而，会议的进程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塔列朗不谈战败，不谈割地，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正统原则。他声称，各国的统治权力应恢复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，这才是欧洲恢复秩序的唯一合法性基础。这个提议如同一颗精准投下的石子，瞬间在胜利者联盟的内部激起了千层浪。俄国想吞并波兰，普鲁士想占领萨克森，奥地利和英国则对此心怀鬼胎。塔列朗的正统原则恰好击中了他们之间最脆弱的利益裂痕。原本铁板一块的同盟开始相互猜忌，彼此提防。就在他们内斗不休之时，塔列朗则像一位优雅的仲裁者，在各国之间穿梭斡旋。最终，他不仅保全了法国的领土完整，甚至还为法国在新的欧洲秩序中争取到了一个体面的、不可或缺的位置。他一个人几乎扭转了整个战局。塔列朗的胜利靠的不是勤奋，更不是道德，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能力。这种能力，我们今天或许会肤浅地称之为懂政治或会来事，但它的内核要深刻得多。我愿称之为权力的翻译官。一个权力的翻译官拥有洞穿系统表象，直达其内核运作逻辑的惊人能力。他们明白，任何组织，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，都有一套公开的、写在纸上的官方语言，比如勤奋、忠诚、敬业，和一套隐藏的、真正驱动其运转的权力语言，比如价值、利益、信任。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在于，他们用尽一生去学习和使用官方语言，却对那套真正决定命运的权力语言一无所知。最大的谎言：埋头苦干，终有出头之日。埋头苦干，总有出头日。这句话是工业时代最伟大的谎言，却在今天依然被无数人奉为圭臬。想象一下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，他们10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，他们不累吗？他们不努力吗？他们的汗水甚至比办公室里任何一个人流的都多。但你会提拔一个只会拧螺丝的人，去管理整条生产线，甚至整个工厂吗？不会，因为在系统的权力语言里，努力和辛劳从来都不是被奖励的核心指标，他们只是入场券，是你能留在牌桌上的最低要求。系统真正奖励的是你对系统目标的贡献度。很多人在职场中都陷入了这种工具人陷阱，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一颗高效的螺丝钉，一把锋利的锤子，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用，就一定会被提拔。但他们忘了，工具的宿命就是被使用，而不是被赋予权力。没有人会把锤子提拔成工程师，那些升得快的人往往不是干得最多的，而是最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努力翻译成上级和组织最关心的价值的人。他们从不沉浸在我做了多少的自我感动里，
而是时刻在思考，我做的这些，对老板的 KPI， 对部门的目标，对公司的战略，意味着什么？停止用战术上的勤奋，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你必须抬起头来，从繁杂的日常工作中抽离，去学习解读你所在系统的真正目标。这是成为权力翻译官的第一步。真正的门道，用权力语言进行价值交换。职场的本质就是一场持续的价值交换。你想晋升，就必须拿出让权力中心无法拒绝的筹码。而这场交换有其独特的语法规则。一个合格的权力翻译官必须精通以下3种核心句式。句式1，成为关键问题的唯一答案。每个上级、每个部门都有一个最令其头疼的核心痛点。这个痛点往往不是那些摆在明面上的困难，而是那个真正影响他个人升迁或团队绩效的卡脖子问题。你的首要任务就是精准地翻译出这个核心痛点是什么，然后倾尽你的才华与资源，让自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。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产品经理，他所在部门的业绩一直不温不火。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埋头做着常规的产品迭代，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老板的背景和公司近3年的财报。他翻译出了一个结论：老板最深的焦虑不是产品功能不够多，而是用户增长陷入了停滞，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在董事会的地位。于是他主动请缨，带领一个小团队，没有申请任何额外预算，利用现有资源，策划了一场极其成功的裂变营销活动，在1个季度内为产品带来了100万级的新增用户。他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业务问题，他解决的是老板的权力焦虑。当他把自己和老板最关心的事牢牢绑定时，他的晋升之路便再无悬念。句式2，让你的价值变得清晰可见。价值再大，如果权力中心看不见，也等于零。一个蹩脚的翻译官会让一篇旷世奇文变成一堆不知所云的乱码。很多人习惯于做了不说，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在现代组织中，这无异于自杀。你必须主动地、有策略地去展示你的价值。这不是肤浅的邀功，而是一种必要的向上管理。你需要学习用你上级的语言去思考和汇报，比如用精炼的数据、清晰的图表代替冗长的文字描述。在汇报工作时，永远把结果和对目标的贡献放在最前面，把过程和困难放在后面。你要让你的上级在看到你的报告时，感觉不是在听你诉苦，而是在收取战果。这种被看见的能力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翻译技巧。句式3，建立信任，让提拔你成为一项低风险投资。这是权力语言中最微妙也最重要的一环。能力只能让你被欣赏，而信任才能让你被提拔。当你的上级决定提拔你时，他不仅仅是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他是在用自己的声誉和政治前途为你做担保。这是一场赌注，如果所托非人，他将蒙受巨大损失。因此，你必须让对方觉得提拔你是一项低风险、高回报的投资。如何建立这种信任？靠的不是花言巧语，而是长期稳定的靠谱，在关键时刻能扛事，
在压力之下不掉链子，在利益面前不动摇。你得让他从心底里相信这个人，把事情交给他，我放心。这种信任一旦建立，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托举效应，他会主动为你创造机会，帮你对接资源，甚至在你犯错时为你辩护。因为你的成功已经和他的成功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。找到你的领路人，加速你的翻译能力。权力语言博大精深，如果全靠自己摸索，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最快的方式是找到一个已经精通这门语言的领路人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去抱大腿，不是去巴结那些有权有势的靠山。真正的领路人不是直接给你资源的人，而是那个能拉高你的认知，教会你如何翻译权力逻辑的人。他可能是你的直属上司，也可能不是。他往往是公司里那个看起来不显山不漏水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解决复杂问题的高人。你要做的不是去谄媚地讨好他，而是用你的价值去吸引他，主动为他分担工作，帮他解决一些他无暇顾及的次要问题，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有力的支持。当你持续地为他提供价值时，他自然会把你视为自己人，并在不经意间向你传授他对这个系统的理解。他的一句话可能点醒你长久以来的困惑，他带你参加的一个会议可能让你窥见权力运作的真实场景。这种认知的升级是任何书籍和课程都无法给予的。跟对了这样一个人，你等于是为自己的大脑安装了一个更高级的操作系统。不做游戏的棋子，要做规则的读者。我知道，谈论权力和利益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正直，要勤奋，要与人为善。但当我们带着这些美好的质量，却在现实中被撞得头破血流时，我们不应该去抱怨世界太复杂，而应该反思自己是否太天真。成为权力的翻译官，不是要你变得狡诈和自私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为了让你那份宝贵的才华和善意能够不被现实的礁石撞碎，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，去创造更大的价值。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，适应它比抱怨它更明智。你可以选择不玩这个游戏，但你不能指望不按规则玩还能成为赢家。从今天起，请停止无效的埋头苦干，抬起头，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，去观察，去解读，去翻译你所在的系统。那么，在你当前的环境中，那套隐藏的权力语言究竟是什么呢？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，你就已经从一颗被动的棋子变成了一位潜在的棋手。